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 heart failure 这个心衰。心衰这个话题呢，应该说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内容它里边包含了很多需要理解的东西。那么今天呢，我希望呢是用几张这种彩色的图片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希望呢能够从生理角度、病理角度，还有这个临床的这几个不同的方面把这个心衰呢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想要了解心衰我们说心衰当然叫做心脏的衰竭或者叫做心力衰竭。那么这种心衰呢，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如果大家不了解心脏的解剖和它的一些生理病理的基础知识呢那么对于心衰的理解其实应该说层次就不是太够那么可能停留在一个简单的记忆或者是阅读停留在这个层面很难对它有一个比较深入和这种理解包括你怎么去灵活的运用怎么把这个一些临床的情况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并且呢给予正确的处理所以呢基于这些现状我觉得大家如果想是把心衰这个专题了解的比较透彻的话，必须从它的解剖生理开始。那么这张照片呢，我们也是从一个参考书上截取的，是这个 Martini 的 Human Anatomy 那么首先我们说心脏的位置，咱们都有个常识我们面对一个人这个人现在是面对面和我们，那么他的心脏呢，基本是在胸部的正中偏左就是我现在描记的，它画出来这个部分，这是我们心脏的一个正常的位置那么就基本是在我们胸骨的后方当然它的主体呢略偏左一些。所以呢，如果说病人出现了一些左侧的胸部疼痛的话，可能就要往心脏这个角度去考虑。那么心脏呢，其实它呢又分为这个左和右两个大的部分也就是左心和右心。那么当然左心呢又分成左侧的心房和心室也就是 atrium 和 ventricle那么当然右心呢也分为右心房和右心室这两侧相比较呢，大家要理解的就是说这个左侧的心房和心室，尤其是左侧的心室对于我们人体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腔如果我们把心脏理解成4个腔左右心房、左右心室这么4个腔的话，其中左心室这个腔系对咱们来讲是最重要。那么当然它在出现某些病理改变的时候呢，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影响也就最大比如说一个左侧的冠状动脉有一个粗大的支叫做前降支，如果这个前降支发生了一些血栓栓塞，导致左侧的心室会有一个大面积缺血这就是我们比较危险的一个叫做左侧的大面积心梗那么这种大面积心梗发生在左侧，它的致死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如果它是发生在右侧面积不是太大，那么它的预后呢比左侧就要好很多那么这一张图呢，其实就是讲的咱们人体血液循环里最为重要的叫做体循环和肺循环我们叫做 systemic and pulmonary circuit那么这张图呢也注明了出处是从一个生理学的书上截取。那么我们看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心脏。那么这个心脏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认为是左心房下边这个叫左心室，那么右侧的这个上面叫右心房右边下边这个叫右心室然后呢，这些周围这些管状的东西，我们认为是血管
然后上面大家看有肺啊，我们来一起呢看一下咱们这个血液循环到底是怎么一个方式来运行的。这个呢，如果大家能理解了啊，就对咱们后边其实很多的疾病啊、心衰一些问题理解起来就会比较轻松顺手。那么，让我们从左心房开始啊，从左心房开始，这是左心房啊，血液呢从外边啊这个血管进入左心房啊，进入左心房以后呢，其实这儿是有一个瓣膜的结构啊，我们叫做二尖瓣。那么这个血液呢，从这个瓣膜进入到左侧的心室。那么心室和心房的区别在于，心室呢，它是起到一个往外泵血的功能，而心房呢，它的功能是先储存好血，收集以后，让这个血呢，把这个血提供给心室啊。那么这个左侧的心室往外泵血，泵到哪儿去呢？就泵到咱们大动脉啊，我们说最粗的一个就是主动脉 aorta 啊，这个。那么当然 aorta 呢，它有往下走的啊，叫做胸主动脉、腹主动脉啊，包括它更细的分支，供应一些腹腔脏器的呀，供应咱们下肢动脉，是吧？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它是往上走，往上走就供应咱们的头部、颈部啊这些血管。那么大家看这边的血液都是红色的啊，那就证明什么呢？它里边是富含氧气的血啊。那么往下走呢，比如说咱们先看到这儿啊，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就走到了这种叫做毛细血管网这个位置啊。那么这块就有很多咱们的组织细胞成分，是吧？那么组织细胞里大家知道，因为它经过了这种代谢以后呢，氧气含量是比较低，而二氧化碳含量相对比较高，所以在这种毛血管的位置呢，咱们发生了一次气体交换啊。气体呢，按照它的浓度梯度啊，你这个血管里来的不是氧气的浓度更高吗？而组织里的氧气浓度相对低，所以呢，它按照浓度的梯度啊，就会进入组织。而相反，二氧化碳呢，在组织里浓度高啊，而在这个血液动脉血里边呢，它的浓度相对低，所以呢，二氧化碳就会顺着浓度梯度呢，从组织进入毛血管网啊。那么在这儿发生这种气体交换以后呢，就经过毛血管网的静脉这一侧啊，慢慢经过小的静脉汇入到粗大的静脉啊。当然，最终呢，我们说一般来讲是分别汇入一个叫做上腔静脉，一个叫做下腔静脉啊，这两个是最粗大的回心的静脉。那么这两支静脉呢，就汇入到哪儿呢？大家看。汇入到了咱们的这个右侧的心房，和左侧一样，这个右侧的心房呢，它也是一个收集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呢，通过一个瓣膜结构啊，当然这侧叫做三尖瓣了。那么通过这个瓣膜的结构进入到右侧的心室啊，咱们说这个心室它是往外泵血的啊，所以呢，我们看它这箭头画的又往外走了，它泵到哪儿去呢？泵到这个叫做肺的动脉啊。我们叫肺动脉 pulmonary arteries， 但是大家注意哈，这种血可都是蓝色的，证明里边是缺氧的血啊。所以这个虽然叫做肺动脉啊，但是这个所谓的动脉里边流的是静脉血啊，这个大家要注意。那么到哪儿进行第二次的这个气体交换呢？在肺部啊，这就已经到达肺部了。那么在肺部，肺泡表面的毛细血管啊。那么这个毛血管这块同样发生了一次这种交换的过程啊。那么氧气呢，当然是肺里边高，因为它是新鲜的从空气中呼吸进来的，吸进来的氧，所以它含量更高。而这个经过一遍这个血循环以后，到达肺的这个血液里边，它肯定大家看是蓝色的啊，它是缺氧，所以氧气的这种浓度就偏低啊。那么按照浓度梯度呢，氧气就从肺进入到肺泡表面的毛血管啊。相反啊，那么由于这个静脉血里边它二氧化碳浓度肯定是偏高的，而肺里边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就偏低了，因为你一直在呼吸嘛，你肺里没有太多的二氧化碳啊。那么同样这种按照浓度梯度呢，二氧化碳就从这种肺泡的这个毛细血管实际上是属于接收啊，因为它低，那么二氧化碳是从这个静脉血里边进入到了肺泡啊。
那么这是第二次气体交换已经在肺部这儿完成了啊。当然这个血又进入到毛血管这一侧哈。那么这一侧虽然叫静脉侧，但是它其实里边大家看流的已经是红色的血了哈，这叫做动脉血啊。虽然它叫静脉侧啊，但是它流的是动脉血啊。这个血又进入到哪儿？就是进入到咱们一开始说的啊，这个左侧的心房啊。咱们刚才一开始说是不是左心房里边血从外边来的？那这外边指的是哪儿？其实就是指的这个肺静脉啊，肺静脉啊。同样呢，大家注意，虽然我们叫做 pulmonary veins， 虽然叫做肺静脉，但是呢，它里边流的是动脉血啊，所以这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这种体循环和肺循环啊，就是绕了2个圈啊，通过2次气体交换啊，达到了一个新陈代谢啊。那么这个血液回到这儿以后呢，又成为动脉血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咱们人体的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啊。那么心衰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提到咱们的重点了。心衰，什么是心衰呢？从字面上，大家其实可以猜出来啊，心衰就是心力衰竭，或者叫心脏的功能衰竭，或者叫心功能不全啊，这些其实都是不同的称呼。那么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心脏它的功能出问题了啊。心脏有什么功能啊？当然说，心脏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往外泵血啊，像一个泵一样啊，水泵似的。啊，咱们的血液循环是需要动力的，心脏就是这个动力的来源啊。那么如果心力衰竭了啊，它这个泵的功能不好了，那么会出现的直接的问题就是什么呀？这个水排不出去了啊，这个泵没有功能了，你的水自然就失去了动力，它就排不到咱们周围需要血的地方了啊。那么排不出去，那这个血在哪儿？就在心脏里面就会淤积，对吧？这就出现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啊，一系列的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左侧这个图哈，有正常的心脏和心衰的心脏，大家看这个区别主要在哪儿呢？啊，首先从大体上看，感觉这个心衰的心脏，这个心腔的这个体积似乎是比左边这个变大了啊，就是变得有点膨胀了。同时呢，这个其实呢，就是说它这个心室的壁哈，这个肌肉哈，心肌构成的这种心室壁，它在某种程度上会变薄一些啊。那么里边的腔呢，就看着也会更大一些啊。当然，它这个总体的体积也会变大。那么这是从一个大体上看啊。那么我们下边大家看哈，有一个这种漫画啊。也就是说，如果咱们的心脏拉了一车东西啊，如果正常情况下，它应该很轻松。但是现在呢，由于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盐分太多啊，体重太大，血压太高啊，包括你的身体活动可能有些过度啊，同时你可能喝水喝得太多，体内有这种水液体的蓄积啊。当然不只是喝水啊，有的时候有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导致体内水代谢不好，排不出去啊。那么所有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啊，这些因素作用在心脏上，心脏它就没有办法去拉动这个车了啊，所以这就导致了咱们说心衰啊。下边呢，我们再详细说一下这个左心衰和右心衰它的区别到底在哪儿啊？大家刚才咱们提到过啊，心脏分2侧，有左侧和右侧。左侧呢，咱们从刚才这个图上，从这个图上，咱们看到哈，左侧它这个从心室出来，那么主要是往组织去供血，是吧？那么如果照刚才咱们讲的啊，如果这个左侧的心室这个泵血的功能减退了，这个血是不是就出不去了啊？这个血就出不去了，或者说出去的已经有明显的减少了啊。那么这样出去的血少了，自然就会导致后续的这些组织就会有什么缺血的表现啊，所以这叫做组织灌注不足。那么缺血的表现就会有一些，比如说皮肤发冷啊、苍白呀，就这些啊。那么咱们再往进一步想啊，如果这个血出不去啊，这个泵血功能减退以后，它血出不去，而后续的血呢又源源不断的从这儿进来，那么就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这里边压力会越来越高啊。那么如果心室里面压力越来越高的话，
经过这个瓣膜，其实瓣膜就会出现了一些障碍啊，这个压力其实就会反到什么呢？反到心房，左心房。同样啊，再往回推的话，左心房又通到了哪儿？就通到了咱们的肺部啊，肺泡表面的毛细血管。那么如果左心衰比较重的话啊，你想这个淤血是不是最后就淤到了肺里啊？形象的讲呢，咱们的肺泡就泡在了血里啊，就咱们的肺泡里边是含有很多气体的啊，这么一个组织，一个囊性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就泡在了血里边啊。那么会出现什么现象呢？首先，这个人哈，这个患者他会有什么咳嗽？为什么？他肺里全是液体，他肯定会刺激他咳嗽。那么同时咳嗽出来的痰，我们有一个形容它叫做什么呢？这个词叫做粉红色泡沫状痰啊。为什么是粉红色呢？就来源于它肺泡泡在了血里啊。那么为什么有泡沫？是因为它里边有粘液啊。同样是有这个液体成分啊，那就不像干咳，对吧？大家知道有咳嗽的时候一点痰都没有啊，那干咳。但是这个就不是干咳哈，第一有血的成分，第二它有泡沫啊，有液体成分，这个就和肺水肿有点类似哈。当然这个是心衰引起来的。那么同样的，这个病人呢，他就不能这个躺下。为什么不能躺下呀？因为这个他的肺已经泡在血里了，是吧？它的气体交换已经受到影响了。你就想象好像这个肺泡已经淹在水里一样，它怎么会有一个很合适的这个气体交换场所呢？对吧？被淹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它喘气就会比较困难啊，就有这种我们叫做端坐呼吸啊，它躺不下，只能坐着。你如果躺下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这个左心衰的病人他很难躺平啊，如果躺平的话，大家想啊，这个他腹部的这些器官啊，脏器、肠道、胃肠道啊，包括肝脏，那么整体来讲，它会平移向上啊，也就是说，向上会顶到哪儿呢？顶到咱们的膈肌啊，那么膈肌再继续往上顶，这就顶到了咱们的肺部啊，所以呢，它的胸腔的容积就会更小，对吧？你腹部的脏器往上顶，它胸腔就相对变小，那么就更加不利于它的气体交换。所以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啊，这种病人他很难平躺啊，你就是强迫他躺下，他马上就得坐起来啊，因为坐起来以后呢，这个腹部的脏器按照重力的作用，它会往下走，是吧？你膈肌自然也就往下走，那么胸腔的容积就相对来讲变大，里边压力也会变低啊，所以他呼吸起来阻力就会小很多，就会舒服很多。那么当然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啊。这个左心衰啊，比如出汗呐，是吧？有一些虚弱呀，这都有。那么简单讲，左心衰的症状两大方面，一个就是组织灌注不足啊，一个就是肺部的淤血啊，这是两大方面。那么同样呢，我们从这张图其实还可以再推测一下右心衰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啊。同样我们看这个图哈，我们这次换到右心来看，那么如果是右心衰，自然是右侧的心室排不出血，对吧？它排血的功能减退了，右心室排不出血，或者说排血大为减少。那么怎么样呢？你这个里边压力是不是就会同样的右心室压力会变高？那么同样的这个瓣膜继续会出问题，这个压力就传导到了右心房啊，压力到了右心房会继续往源头上去传导啊，这种压力就会传导到咱们的上下腔静脉。啊，当然上下腔静脉呢又会往它的这种远端去传递这种压力哈，那么就到了咱们的四肢啊这种静脉啊，那么就会导致什么呢？咱们的肢体的静脉扩张啊，比如说比较常见的一个是什么呀？颈静脉啊，咱们的脖子这块有一个叫做 jugular vein 啊，颈静脉就会出现颈静脉怒张啊，当然英文就叫 JVD 缩写哈。那么往下走啊，往下走的话，那么下肢静脉里边压力高以后呢，因为它下肢的表浅的静脉相对少啊，我们看不到说这个下肢有什么静脉膨出来，但是我们会看到它的一个间接的影响啊，就是你静脉压力高了以后呢，它会往组织间去渗
所以呢，组织间液就会接受很多从这种静脉里边渗出来的水啊，这种液体成分，这就导致了咱们另外一个重要症状的产生啊，就是下肢的这种水肿啊。那上肢也有类似的表现，只不过呢，因为重力的作用，我们在下肢上观察到这种水肿就会非常的明显啊。那么如果这种水肿继续加重啊，那么病人呢就会出现什么呢？你就会发现这个病人他的这个踝关节这个位置啊，皮肤就第一是肿起来，第二都发亮啊，就感觉这个皮肤都快撑破了那种感觉。那么这是组织间液体积聚的表现。那么如果这种压力继续持续存在的话，组织间都撑不下，那会怎么样呢？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破啊，甚至真的有起水泡的都有啊，皮肤起水泡的。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它可以去到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肝和脾啊，这些相对比较柔软有弹性，而且静脉血液这种成分呢又特别多啊。大家知道咱们的肝脏和脾脏其实里边全是血啊，它是一种非常软的这么一个盛有很多血的一个器官啊。一个肝脏呢在咱们的右侧的这个肋下啊，脾脏呢在咱们左侧啊，也是肋下那个位置。那么病人就会出现什么肝脾肿大啊？肝脾肿大可以通过超声看出来，严重的话，病人会觉得这个肝脏和脾脏这个地方会不舒服，会疼啊，甚至说再大的话，你可以触诊就能摸到啊。有经验的医生其实摸都能摸得到啊，这个肝脏和脾脏它已经增大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还不行啊，如果这个肝脏脾脏增大以后，这个液体右心衰还持续存在，甚至可以出现什么呢？它继续往别的地方去走啊，这种水就到了咱们的体腔啊。体腔指的是哪儿呢？主要就是胸腔和腹腔。病人有可能出现胸腔积液、腹腔积液。那么其实这个大家如果真的看到有这种病人呢，胸腔积液、腹腔积液，你要考虑到是不是有右心衰竭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当然它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不能排除这个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把这个左心衰和右心衰呢跟大家这个从病理上讲了一下。我们看它这个图画的还是可以啊。这个对比总结，第一个说心排血量降低哈，这是说的什么呢？这个是说这个左心衰啊，首先是一个这种排血排不出去了，是吧？然后怎么着啊？这个压力增高，然后心房压力升高，然后肺循环淤血，对吧？这就和刚才咱们说的一样，所以就出现了肺部的症状。同时呢，还有什么组织器官它的灌注自然是不足的，因为你这个血排不出去了，对吧？你的组织肯定灌注出现不够这种情况啊，就血液不够了。那么，所以呢，左心衰是以肺循环淤血和心排出量降低为主要表现。那么，比如说有劳力性呼吸困难。什么叫劳力性呼吸困难？就是你可能坐在那儿待着、躺着待着没事儿啊，但是你只要一活动、一劳动，你就开始呼吸困难了。典型呢，其实还有一个表现叫做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就是这个病人躺着躺着睡着觉呢，半夜啊就突然就觉得不行，喘不动气儿，快给憋醒了啊。这个不是说只是这种什么呀？大家可能现在经常听到那个叫这个就是阻塞性的这种气道啊狭窄导致的窒息啊，我们就这种睡眠呼吸暂停，是吧？那么这种病人他一般都是什么咽喉啊这个位置可能由于肥胖，由于一些什么腺样体增大导致的，他睡眠以后舌后坠啊或者这些原因啊导致一个气道梗阻。和这个咱们今天说的这阵发性呼吸困难，这个夜间出现，这是两回事儿哈。这个呢是由于心衰导致的，那么严重的就会出现什么呢？肺水肿、短阻呼吸、粉红色泡沫状痰，对吧？你要听诊的话，大家知道这个肺已经泡在水里了，是吧？你肯定会听到水声、湿罗音啊，这就是湿罗音。听诊听到湿罗音，其他这个呢，大家不用太记啊，要求没有那么高。那么咱们下边说说这个右心衰啊，右心衰同样啊，右心这个压力增高，然后导致心房压力增高，然后就反逆流到全身的静脉系统，所以它是以这个体循环的淤血为主要表现，是吧？消化道症状啊，什么
腹胀啊、恶心呕吐，对吧？静脉怒张啊，然后凹陷性水肿，尤其是下肢，对吧？肝脾肿大呀，那么有一些包括一些听诊的。所以呢，这个从刚才我想呢，主要是借助这章咱们生理的2个循环，还有这个最后咱们又总结了一下大家呢其实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把心脏的生理和血液循环搞清楚那其实左心衰有什么症状，右心衰有什么症状，自己推理就可以推理出来，就不需要背这些东西了简单讲，左心衰是什么？就是左心排不出血，是吧？然后淤血传递到肺，所以它有肺部淤血症状，咳嗽啊、短阻呼吸啊，对吧？这些，然后听诊有失落音，对吧？然后组织灌注不足，这就是左心衰。那么右心衰呢？右心排不出血然后反到静脉系统，所以就会出现肿胀，是吧？尤其是下肢凹陷性水肿，那么然后肝脾肿大，然后胸腔这个腹腔积液这些，对吧？颈静脉怒张，这都是右心衰的表现。刚才提到这个下肢的水肿我特别说了一个，它叫做什么？凹陷性水肿。那大家可能会问了，那还有不凹陷的水肿吗？有不凹陷的水肿一般见于什么病呢？见于甲状腺功能低下病人出现一个叫做粘液性水肿那个水肿也是水肿，但是呢，它不像这个右心衰的水肿一摁一个坑那个摁完了马上弹起来它是一种就是另外一种成分了所以它和咱们的这种右心衰导致的凹陷性水肿是2回事好，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辅助诊断。心衰的辅助诊断呢，我们其实从化验讲，最重要的一个就是 BNP 我们叫 B 型利钠肽。那么它是存在在咱们心室隔膜的一个颗粒里边什么时候它会分泌增加？就是心室的容积扩张、压力负荷增加，这不就正好符合心衰的表现吗？是吧？你心衰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呢，咱们在出现这种 BNP 升高，其实对于诊断心衰就非常清晰指向性非常清晰。小于100基本正常100到400叫做临界值。那临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快出现心衰了，但是还没有你要引起警惕了。那么如果超过400，我们认为这就已经有心衰了这个 BNP 呢是一个非常有效而且出结果也比较快对于这个心衰有的时候不好鉴别的时候，用 BNP 就一目了然而且呢，它随着这个心衰加重或者减轻呢 ，BNP 的变化也非常的迅速比如说一个病人在出现一个急性心衰进展过程中今天可能你觉得病人有点不太好 ，BNP 比如说是450那么明天呢症状更重了这个可能他的 BNP 就已经上升到1000了。然后明天晚上这个症状更重了，又加重了它 BNP 你再查就已经可能到2000、2500了那么经过医生、护士咱们共同配合以后呢，他的心衰得到了纠正尿出来了，然后呼吸看着也好了，稳定以后，咱们再一复查可能第2天就是这个晚上最严重之后呢，第2天早晨一复查 BNP 已经降到了800那这已经是有明显的好转了你见到这个 BNP 的下降，而且很明显的话，其实你心里就比较踏实了就是他的心衰已经得到纠正了。那么当然你再过2天可能就很快BNP 没准就能降到400以下了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胸片胸片呢主要其实它不是为了诊断心衰去拍它胸片有的时候它是为了鉴别这个心衰是不是还同时存在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肺部的并发症可能还说顺便拍一个拍了一个胸片，它不是说你必须拍完胸片才能诊断心衰，那可不一定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非常效率高的检查那么但是如果你要是心衰的病人拍了胸片可能在其中一些比较明显的严重的病人身上会出现心脏扩大你就看这心脏就变大了我们说有一个叫做靴形心就是像靴子似的这通常意味着左心衰这个心尖往外侧移位了
那么当然右心衰呢，它就不是往那个左边移位，它右心衰的话，可能更多的时候它会往右侧纵膈偏右，它会扩大。那么第二个征象就是肺部的浸润，那么这个可以理解，就是当你出现急性左心衰的时候，肺部淤血，所以你照胸片呢会出现这种肺部的浸润影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行因为并不要求咱们说去看片子或者怎么样第三个呢就是超声心动图这个 echocardiogram， 它可以看咱们心脏的结构和运动就是能够判断咱们心脏的一个功能。我们最主要看的一个就是指标呢，就是射血分数这个 EF。这个 EF 我们说正常值是50到70这是一个百分比百分比也就是说心室收缩一次，它能排出50%到70%，这就是正常。那么大家想心衰了以后，它排不出去了，那它一定会降低，所以射血分数它就会小于50%同时有可能出现反流血这就是心衰在超声心动上的表现。那么我们怎么治疗心衰第一个休息是吧？控制饮食，尤其是注意盐少吃盐了。你本身心衰，你再多吃盐的话，那你体内液体就会积聚很多不利于心衰的纠正。另外呢，从远期讲，我们要注意病人的体重管理，注意运动管理，是吧？那么如果这个病人现在正在发生心衰这种急性期，我们要抬高床头，是吧？刚才我们讲过端坐呼吸，对吧？病人躺不平的，所以这个床头始终是抬高的。给病人吸氧，给病人用强心剂，比如这地高辛是吧 ，digoxin， 然后利尿剂 furosemide 这个速尿我们叫氟塞米，有时候强心利尿。那么强心剂它可以让你心脏这种搏动加强，利尿呢可以把你多余的水给排出去，就是减轻了心脏的负担所以你心脏第一你力量充足了，第二你的负担还减轻了，这样你的心衰呢就会得到纠正。那么在某些病人来讲，他心衰的时候他会很焦虑很焦虑。他们这种病人的越焦虑呢，他越加强了他这种耗氧也越加强了他心脏的负担。所以对于某些焦虑的病人，我们有必要用一些镇静药这样也是降低他心脏的负担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治疗原发病他心衰从哪儿来的有些原发病是可以治疗的甭管是手术还是药物。那么当然有一些心衰呢，你可能治疗手段比较有限这个就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好转。这个呢是我们刚才可能提到过2本参考文献在此列出。那么欢迎大家呢点赞、订阅、分享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各位，再见。